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关晓彤因奶茶店风波被痛骂，有一说一，这些年前确实捞了不少。这两天关晓彤真是没少被骂，起初是因为网上爆出关晓彤关联的奶茶公司因为合同纠纷被起诉，引起一波议论。不过很快该奶茶公司和关晓彤工作室就出来回应，只是这个回答有点不尽人意了。声明里写道，关晓彤女士并非合同主体，亦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工作。然而这回答真的是令网友不满意，引起骂声一片。毕竟该奶茶公司开的时候说是关晓彤的店，宣传时关晓彤还说自己参与了配方调制，然后奶茶公司里关晓彤爸爸还有35%股份，妈妈还是该公司监事，怎么真出事了就和关晓彤没关系了？随着这波骂声，网友纷纷爆出了这家奶茶店的其他料，总之看到了挺让人感觉心寒的，有点心疼网友的血汗钱。即便关晓彤及时做出回应，网上的骂声依然没停，反而借着这次的事儿又把以前的事儿拿出来鞭尸一遍。真是没想到关晓彤的路人缘都差到这种地步了，怎么说也是曾经人见人爱的国民闺女，怎么现在不仅没有路人缘，反而还有点人见人骂的意思了？其实换作是前几年，没过多久事情解决好，大众也就忘记了，但这2年大背景可容不得这样的明星撒野，但凡是非法过度利用大众喜爱捞金的，就没什么好下场，不是被查被封杀，就是会被狠狠骂。不过目前关晓彤还算安全，毕竟这个奶茶公司也没捅出什么大篓子，她还撇清了关系，顶多被骂几天罢了。然而通过这件事，大众也算擦亮眼睛看清了，关晓彤不过也只是卖观众缘捞金罢了。那么竖起八卦的小耳朵，来看看这些年关晓彤到底捞了多少金吧。其实在大众的心里，关晓彤应该还算低调吧。从她早期住宅来看，确实也是很朴素的一家。2015年录制节目时被拍到关晓彤一家位于北京东四环，小区算不上很豪，但也不差，毕竟都是北京土著，能拥有一所这样面积大小的房子也不意外。比较意外的是内部装修真的很简约了，一家人的洗漱用品都堆在一个不过几平米的卫生间里，整体还是略显拥挤了。不过从后来关晓彤和关少曾爆出的厨房照，应该至少有3套宅子，装修风格大致相同，只是大小和新旧不同罢了。其中有一张宴请客人的餐桌照，甚至还略显寒酸，完全看不出这是明星的家庭。这2套宅子虽说厨房简约了一些，但从其他角度来看，内部装修还是很气派，实木装潢确实很不错。在后来几年，才真正看到明星豪宅该有的样子。奢华的装修风格仅仅曝光了客厅一角，足见面积之大。还有貌似是关晓彤独居的宅子，装修风格既有老派一点的实木家具，又有点欧式田园风。虽说未看到关晓彤豪宅的全貌，但在数量上和面积上就足以见得在豪宅上耗费了多少财力。对于关晓彤来说，家就在北京，或许豪宅的意义没有那么大，那么豪车呢？关晓彤早期和家人一起被拍到的豪车也算是比较普通的100万级别的，她本人所用的奔驰和宝马也都属于低调款，都是100万左右。平时拍戏时用的房车算明星的标配，和其他明星没什么太大区别。那关晓彤这些年赚的钱都去哪儿了？不妨先看看她赚了多少吧。童星出道，父亲也是圈内人，关晓彤的先天优势还是有，只是早些年她拍戏片酬应该不高，大红大紫后拍戏数量却并不多。相比起其他当红小花，
关晓彤在片酬上应该不如其他人，可是还是耐不住她赚得多啊。2017年福布斯名人综合榜上，关晓彤虽然位列第80名，但年度收入可比前面的周冬雨、倪妮、谢娜、宋茜等人多太多了，有7000万。然而那几年关晓彤其实拍戏数量并不多啊，是靠啥赚的钱啊？片酬是要花时间来拍的，但广告费是真的来得快。纵观关晓彤出道后的代言，不仅数量多，种类也挺多。光看2017年的广告代言，数量就有12个，有眼熟的大牌，也有陌生的杂牌。妹子也是什么广告都接，一点都不挑。有奇怪的榨菜尝鲜大使，有学霸甜筒，还有格格横店代言人，有各种杂牌子的化妆品，更有早就消失无影无踪的微商三无产品。近几年关晓彤也没消停，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了不少小广告，什么电动牙刷啊、黑芝麻丸啊，还有之前闹得火热的植物肉啊，没少捞小产品的钱啊。网上爆料关晓彤的代言费也不便宜，都是以100万为单位计算的。既然赚得这么多了，总得花吧，但她不像大多数明星一样买豪宅豪车，她更愿意买奢侈品。她最爱的是名牌包，尤其是爱马仕。关晓彤的包包几乎没见到重复的，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上百万不等。这款爱马仕鳄鱼皮的包真的是 VIP 级别，要配多少货才能买到这款难得的100万豪包啊？关晓彤也喜欢表，价值更是不菲，平均都是几十万一块，也有豪一点的200多万一块的。曾经关晓彤鹿晗公开恋情那张图，当时看两人甜，现在看到的就只有那2块能买一套房的好表了。关晓彤私下生活是什么样子，在她生日会的照片里就看得出来，自然是各种名牌都少不了。真没想到，原来她私下豪到不像样，有点意想不到啊。但娱乐圈嘛，这种豪得满天飞的明星大有人在，只不过像关晓彤这样打了脸还真香的就不多了，怎么会拿7万买个包呢？狗头！娱乐圈是个什么情况，想必观众已经很清楚了，但只要关晓彤没有偷漏税，赚了这些钱买了这些东西也没什么，毕竟是自己的钱，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别人也管不了。只是她积累起来的乖乖女国民闺女的形象怕是不保了，以后再选代言捞金真的要谨慎了啊。